之前我讲过一期视频，英国的一对兄弟靠挖人祖坟来挣钱，结果人心不足蛇吞象，墓地里面的尸体都不够他们偷的，转而杀人卖尸，做尽了坏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那期视频。当然，那是发生在19世纪初的事情了。在那个年代，解剖学刚刚兴起，医生们最缺的就是尸体，所以贩卖尸体成为了非常流行的事情。于是，一帮动了歪脑筋的商业鬼才才会如此乱世。然而，谁又能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竟然也会发生这等离谱的事情？崇高的遗体捐赠机构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贩卖人体器官的地方，这不禁让人细思极恐。而这些遗体最终又去向哪里了呢？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人的思想都发生了转变，开始愿意接受遗体捐赠的概念。一方面可以为医学研究做出贡献，而另一方面，如果正好有相匹配的器官可以移植，那也是救人一命的天大好事。当生命走向终点，还能做出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实在是了不起。然而，偏偏有人以奉献之名，亲手毁掉了这一切。2013年，吉姆斯托夫的母亲多丽丝因患阿尔茨海默症而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面，医生发现多丽丝并没有患病的基因，因此担心这种疾病在她身上已经变异了，于是希望她未来能够捐赠尸体，帮助科学家研究大脑。而多丽丝也欣然答应，所以母子俩早就商量好，等她过世后，吉姆就负责遗体捐赠的事情。然而等多丽丝去世后，这名医生却突然变卦，不愿意接受遗体了。于是吉姆只好联系其他捐赠机构，完成母亲的遗愿。就这样，他选择了位于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的生物资源中心，下面我们就简称为 BRC。 按照流程，吉姆填写了所有文件，正式把母亲的遗体捐赠给了 BRC。 大概10天之后，他收到了一个骨灰盒。本以为捐赠仪式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谁知道3年之后， BRC 被曝光了一系列出售遗体器官的丑闻。根据路透社的调查报道，吉姆才知道自己当时收到的那个骨灰盒实际上只火化了母亲的一条手臂，剩余的遗体压根就没有用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而是被美国陆军拿去测试炸弹的威力了。据了解，这次的测试是为了研究当车辆被简易爆炸装置引爆后，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多丽丝的遗体最后是被绑在带有爆炸装置的椅子上，炸弹从身下被引爆了的。至于最后成为怎么样了，各位就请自行脑补吧。自从事情败露后，吉姆就非常的愤怒。他明明记得自己在填写文件的时候勾选了一条内容，绝不允许捐赠的遗体用于非医疗目的。但很显然 BRC 违背了捐赠人的意愿，而且不查不知道，吉姆并不是整件事情的唯一受害者。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对于家属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所捐赠的亲人遗体大多都用于爆炸、碰撞、中枪等实验，被严重破坏，有些部位还被卖到了全国各地，真是细思极恐。所以一直以来，这些家属都很自责，如果不是自己不小心落入 BRC 的骗局，事情也不会变得如此糟糕。后来吉姆联合其他32名受害者一同把 BRC 告上了法庭，获得了应有的赔偿。然而，当 BRC 的丑闻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时，人们这才看清这个所谓的捐赠机构究竟在搞什么鬼。其实，如果不是 FBI 在暗中调查有关于出售人类遗骸的黑市， BRC 恐怕还能继续逍遥法外一段时间。而早在2011年 FBI 就盯上了这个捐赠机构。当时有一个人试图通过边境前往加拿大，可没想到他竟然携带着一颗被砍下的头颅，所以当场就被拦下了。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这颗头颅的源头就是来自 BRC 捐赠机构。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2年 FBI 发现了一个位于底特律的货运仓库，很蹊跷，起初是2个冷藏箱开始漏水，弄得哪哪都是。但很快搬运工们都吓坏了，因为他们发现漏出的液体并不只是水那么简单，还存在大量的血迹。他们也不敢擅自打开盖子，于是立刻报了警。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一片血泊，8颗头颅就这么装在垃圾袋里面，非常的瘆人。而更可怕的是，其中1颗头颅是来自细菌性败血症和吸入性肺炎的病人，恰好冷藏箱上留有地址。警方追踪到一个名叫亚瑟拉斯本的人，据他交代，这些东西的供应商正是 BRC。根据掌握的线索， FBI 坚信有关人类遗骸的交易正在地下黑市盛行。终于在2014年 FBI 对 BRC 这家盈利性遗体捐赠机构进行了突袭，那场面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了。 BRC 里面有着成堆的人头、胳膊和腿，许多被切割过的尸体就这么扔在一边，连个身份标签都没有。另外还有一个装满男性生殖器的冷藏箱，更诡异的是，那里还有一具高大的男性尸体，却缝合了女性的头颅，那场面就连见多识广的 FBI 都觉得震惊。
史蒂芬·戈尔是 BRC 的创始人，在这之前他是个卖保险的。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络上了解有关于人体器官的交易，觉得是个不错的生意，于是就创办了这家机构。表面上这是一个崇高的遗体捐赠中心，但实际上 BRC 背地里面在偷偷贩卖人体的各个部位，并且明码标价。就比如一只脚售价450美元，一具无头尸体售价2900美元，完整的尸体则要将近6000美元。总之 BRC 靠免费火化等条件吸引了一部分家庭条件较为困难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捐赠亲属的尸体，这样既可以省下殡葬的钱，又能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说到底就是白嫖他们的尸体。为了不让死者家属起疑心， BRC 总会假借按照流程把骨灰交给家属，而实际上那骨灰如果是本人的一部分就已经不错了，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是胡乱烧了点骨头应付了事。然而知道真相的家属们纷纷表示难以置信，没有人知道他们捐赠的亲属遗体是否都用于正道。但看了 BRC 内部的情况，只能说凶多吉少。他们明明在签署文件时认真勾选过许多条条框框，从未同意过 BRC 能够擅自处理遗体，更无法接受他们欺骗捐赠者，从中谋取暴利。曾经就有一名退伍军人在去世后，家人按照他的生前遗愿向 BRC 捐赠了遗体，结果遗体竟被用于国防部的实验。家人得知后非常的气愤，要知道在生前死者因没能享受到应有的退伍军人医疗福利，对国防部颇有怨言，而没想到最后遗体还是被流落到他最讨厌的地方，这不是妥妥的违背当事人的遗愿吗？而事实上，在美国出售人类遗骸用于研究是合法的，但这个行业严重缺乏监管，而史蒂芬更是丧心病狂，就连传染病患者的身体器官也不放过，通通都要卖掉。所以在2015年，史蒂芬因非法经营企业而被定罪，判刑4年。事情闹大了，人们才知道遗体捐赠背后暗藏着这么有利可图的产业链。可悲的是，没人知道这些器官流落在哪里，而买主究竟又是何人。自从被卷进买卖遗体的案件当中，美国陆军似乎很是冤枉，他们辩解称从来都没有见过捐赠者亲属的同意书，所以关于遗体不被允许用于军事测试的条款自然是毫不知情的。他们也是被 BRC 蒙骗的受害者，不过他们的话孰真孰假，需要各位自行判断了。一想到 FBI 描述 BRC 内部的画面，受害者家属简直是要做噩梦了。捐赠的遗体就这样进了屠宰场，所有人的四肢、双脚、头颅，甚至生殖器都要被割下来，一起扔进冷藏箱。这种情况之下，亲属收到的骨灰盒也很难保证是否来自死者本人。根据业内人士透露，贩卖人类遗骸实际上早就活跃于美国黑市，只不过鲜为人知罢了。而且除了一部分遗体捐赠机构灌羊头卖狗肉之外，还有一些殡仪馆也是重灾区。梅根·赫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蒙特罗斯经营了一家殡仪馆。然而，根据调查，梅根经手的500多具尸体均被他非法出售，而大部分家属都曾表示不愿意捐赠尸体，而梅根仍然擅自做主。所以在梅根的殡仪馆里面，他不仅向家属收取火化费，而且转手就把尸体给卖掉了。一具尸体能赚2分子钱，绝对的商业鬼才。但是随着业务范围扩大，梅根需要通过航班邮寄遗体，但他竟然还运送一些携带艾滋病毒、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患者的遗体。海关查到后，梅根就被指控违反了危险品运输的规定。他太贪婪了，即使谎言被彻底拆穿，他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恨，还平淡地说出自己曾经把一具男性尸体卖到国外去当人体展览，而且当时这具尸体还收了家属2000美元的火化费，真是丧心病狂。在法庭上面，梅根的律师还试图利用他曾经头部受伤的经历减少量刑。律师声称，梅根的认知在受伤后便严重衰退。另外，他的母亲也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一切。他声称自己是为了帮助女儿治疗，不得已才协助她的。最后，在今年年初，梅根因欺诈等罪名被判处了20年监禁，而他的母亲因欺诈和协助教唆罪被判处了15年徒刑。话说，今天的视频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人为了金钱和利益，到底可以多没底线呢？亲人的离世已经给无数家庭带去巨大的痛苦，可偏偏还有些人趁着相关法律法规监管不力，急着就要伸出罪恶的魔爪。殊不知，这些创伤会让活着的人陷入无尽的自责，也会严重伤害奉献者的一腔热忱。总之，这也印证了一句话：在贪婪的人性面前，现实往往比故事更加的荒诞。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对遗体捐献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